到底选择 Pro 还是选择 Air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 Cassie， 欢迎来到本期视频。那在我前几期呢，关于苹果电脑测评的视频中啊，有好多朋友留言问我说，不知道到底选择 Pro 还是选择 Air。所以今天呢，我就准备了3台电脑，一个呢是13英寸的最新款 MacBook Air M4 天蓝色，然后两边这个呢分别是 MacBook Pro 16英寸的银色以及14英寸的星空灰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就将深入来讨论一下，如何在 MacBook Air M4 和 MacBook Pro M4 系列之中做出最佳的选择。如果本期视频可以给你一定的帮助，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在视频的下方为我点赞、投币和留言哦，因为这对我的频道成长具有相当大的帮助，感谢大家的支持哦。那首先来让我们看一下它们的外观设计和颜色的选择。那 MacBook Air M4 呢，它是采用的轻薄的设计，一共是提供2个尺寸，一个是我手里的这个呢是13英寸的，同时它还有一个15英寸的。那它有4个颜色的发售，手里的这款呢是最新款的天蓝色，同时它还提供银色、星光色，然后以及午夜色。可以说啊 MacBook Air 呢，它真的就是非常轻薄啊，便携性更加的棒，而且呢它的整体重量仅有 1.24千克，拿在手里呢是毫无压力的。那大家可以看到，我即便是单手握持的话呢，也是完全 OK 的。那如果你是外出，就是出差非常多呀，或者是说想在咖啡馆啊去剪视频啊，或者在车里啊看看电影啊，都是非常的方便。它就是主打一个便携的需求，所以我觉得就像这种我们如果是大学生啊，经常去上网课呀，或者是视频创作者啊，经常要出差啊，到处去剪辑视频啊，或者是写代码的话呢，就追求便携，我觉得 Air 呢就是最棒的一个选择啊。那我们再来一起看一下 MacBook Pro， 那它呢是有2个尺寸的选择，一个是呢这个是16英寸的，还有一个呢这个是14英寸的。然后它们呢从颜色上呢也是有2个颜色的选择，一个是银色，然后呢一个是最新款的颜色深空黑。由于我手里没有深空黑，所以今天呢就用老款的星空灰给大家做参考。然后尺寸上呢就是这2个尺寸，大家可以看一下，它从厚度上来说呢要比 Air 呢厚很多，然后包括它的重量上也是要重很多。那大家看一下这个 Air 对比一下，就真的是很轻薄。不过我觉得这个 Air 拿在手里是很轻便啊，但是这个 Pro 拿在手里可就真的是非常重。我如果单手这样拿着的话，我觉得就是还是有一定的压力的，因为它真的是挺重的，它要有 2.1千克。然后呢14英寸的这款呢，它是 1.6千克，所以呢就是因为它性能真的是非常的强大。如果你是追求就是高性能啊，或者是说更专业的用户呢，当然肯定是选择 Pro 是最棒的选择了。那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讲呢，我也非常喜欢 MacBook Pro 系列，因为呢它性能真的非常的强大，而且呢如果你带出去和别人交流工作的话呢，就显得你非常的商务，非常的专业。那另外呢，上周呢我又收到了一个电脑皮套，是来自于一个西班牙的品牌 Minwall Dressman， 然后它还有一个名字呢叫 Atelier Madrid。 我拿到手之后就觉得好惊艳呢，因为真的是很厚实，手感特别的好，看起来就很高档的这种感觉。因为我之前呢也有一个皮套，然后呢拿到手之后我都觉得一对比下来，我这个看起来就太薄了，然后看起来就很塑料感，非常的轻飘飘的。那现在有了这个，我这个就完全不用了我就现在就使用它了。然后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呢，这个皮套会慢慢的变软，然后最终形成了跟着你电脑的这个形态。那同时呢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它们的显示屏亮度也是不一样的。MacBook Air 呢它仅有500尼特，然后 Pro 呢它是可以达到1000尼特，并且呢 HDR 峰值呢可以达到1600尼特。也就是说，如果你在户外太阳底下去看视频的话呢，你会发现Pro 的屏幕亮度呢会更加亮，而且呢它还有纳米纹玻璃可以选择。那同时呢 MacBook Pro 呢它是 ProMotion 的高刷新率可以达到120赫兹，而 Air 呢它仅有60赫兹。所以呢这个时候你会发现，如果你观看 4K 视频呢，或者是规格更高的一些视频，包括玩游戏的时候呢，就会发现这个刷新率更高呢，它就减少了这个拖影的这个情况，而且呢它这个观感啊更加的流畅，视觉体验会更棒。那同时呢在连接性方面，两者也是有一定的区别。 MacBook Air M4 呢，它配备的是2个雷利斯的端口，一个 MagSafe 3的充电端口，然后以及一个3.5毫米的耳机插口。
所以呢就是非常适合我们日常使用的朋友们。那 MacBook Pro 呢，它在14英寸入门款中呢，它提供的是3个雷利4的端口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 MagSafe 3的充电端口，以及一个3.5毫米的耳机插口。那同时呢，它是多了一个SD 卡槽，也就是读卡的一个卡槽，然后包括一个 HDMI 的这个端口，所以它的数据传输速度呢，最高可以达到40 GB 每秒。而 M4 Pro 呢和 M4 Max 呢支持的是雷利5的接口，所以呢它的数据传输速度呢最高可以达到120 GB 每秒，也就是说可以提供更高的扩展性和更快的数据传输速度。那在2025年今天呢，苹果呢全系列电脑呢全部搭载的是 M4 的芯片。那其实呢，它们之间也有一些区别，就比如说 MacBook Air 呢，它是只搭配的是 M4 的芯片，但是呢 MacBook Pro 呢，它是基础款呢搭配的是 M4 芯片，但是在高配版呢是可以搭配的是 M4 Pro 以及 M4 的 Max 的这个芯片，所以呢，它们的在中央处理器 CPU 和 GPU 的这个核心数量上呢，也是有一定的区别。就比如说 M4 芯片呢，它的这个配备的是10核的 CPU， 然后呢是包含4个性能核心和6个能效核心，然后以及呢是10核 GPU， 所以非常适合就是我们日常的任务和一般的应用。那在 M4 Pro 中呢，可以拥有最多14核的 CPU， 也就是包含10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。那最多呢可以达到20核的 GPU， 所以非常适合处理更加复杂的工作负载，比如说专业创意软件啊，或者是多任务处理啊，非常适合就是科研人员啊，或者开发者、工程师啊等等。那在 M4 Max 中呢，提供更强大的性能，可以说最多达到16核的 CPU， 也就是包含12个性能核心和4个能效核心，以及最多可以达到40核的GPU， 专为需求极高的性能专业用户设计啊。那比如说是视频编辑啊，或者是3D 渲染呐，以及大型数据处理啊等等。在内存容量和宽带方面呢 ，M4 呢支持最高32GB 统一内存，而内存宽带呢可以达到120 GB 每秒，而 M4 Pro 呢支持最高64GB 统一内存。内存宽带呢提升至273 GB 每秒。M4 Max 支持最高128GB 统一内存，内存宽带高达546 GB 每秒，非常适合处理这种大型数据挤压和高宽带需求的任务。在媒体处理引擎方面呢 ，M4 配备了一个视频解码引擎，而 M4 Max 呢是包含了2个视频编辑引擎，所以呢它是进一步增强了媒体的处理能力，也就是说更加适合专业视频创作者。那在摄像头方面呢，在新款的 MacBook Air 和 MacBook Pro 呢，全部都采用的是1200万的摄像头，所以它们都是支持人物居中和人物跟随的这个功能。也就是说，你在上网课的时候啊，或者是在视频会议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摄像头呢，你即便是移动到了这个电脑外面的话呢，45度角的时候，它都是可以追踪到你的。包括呢，它还有一个增加了最新的桌面视角，也就是如果你在桌面上画画呀，或者做手工啊，它这个摄像头呢都是可以捕捉到的，所以呢，真的是非常的方便。那不同的是呢，它们在音响和扬声器方面呢有一定的区别。因为 MacBook Air 呢它是没有外置的扬声器的，而 Pro 呢是具有外置的这个扬声器，而且呢在16寸的这个 Pro 上面呢，它的扬声器的面积呢更大，而14英寸的面积呢会相对小一些。所以呢，他们是在这个音质啊、听音乐啊，或者是看电影的时候呢，你就会感受到有一定的区别了。所以 Air 呢会在这个音响配置上呢稍微逊色一些。I've been so robotic. Everything I do is cold. I've been so robotic. Everything I do is cold. 那同时呢 ，MacBook Air 呢，它采用的是无风扇的被动散热的设计，因为它是通过铝制机身呢散发热量的。那这种设计呢，也就是在我们日常执行任务的时候呢，它可以保持非常的安静。那然而在长时间处理高强度任务的时候，就比如说一些大型的视频编辑啊，或者是处理这个大型数据的时候呢，它因为由于缺乏这个主动的散热系统啊，所以说它可能会导致这个性能下降。那在 MacBook Pro 系列呢，它配备的是主动的散热系统，也就是内部设有风扇。那当你运行一些高强度任务的时候呢，它的这个风扇就会启动来管理设备的温度，然后包括呢去维持这个性能的稳定。那当然了，这个噪音呢相对来说比较低，但是我们还是可以感知到的。那当然也是这个噪音水平也是可以接受的这个范围之内啊。
那同时呢，续航能力呢也直接影响我们的使用体验。但最新款的 MacBook Air M4当中呢，它的续航能力最长可以达到18小时，足以可以满足1天的使用需求。也就是说，你外出根本就不需要带充电器，那真的就是把它的这个便携性发挥到了最大的这个值哈。那但是在 MacBook Pro M4当中呢，其实它就更厉害了，因为呢14英寸的呢，它是电池续航可以达到22小时，在16英寸中呢，它可以达到24小时，真的是非常适合长时间工作啊，真的是太棒了。我觉得就是在我剪辑视频的时候，再也不用担心说一会儿没电了要到处去找充电器了。最后呢，来让我们看一下它的价格，在 MacBook Air M4呢，它的起售价呢是999美元，它性价比呢相对来说就非常的高了，但是适合这个预算有限的一些朋友们。那 MacBook Pro M4呢，它的这个14英寸呢，它的起售价呢是1599美元，而16英寸它的起售价呢是2499美元，所以呢就更加适合我们要求性能高啊，或者是要求更加专业的一些用户。那综上所述呢 ，MacBook Air M4呢绝对适合追求便携性、日常办公和学习的用户。而且在我前2期的这个测评视频中，大家都可以看到它的跑分呐，包括在这个电脑上运行这个实际的软件呢，同时可以打开3个软件。可以说这个 Air M4呢芯片呢，它的这个性能也是相当的强大了。但是如果你觉得这个还是不够，那所以呢 MacBook Pro 系列则就更加适合你需要求高性能啊、处理复杂任务啊，或者是同时运行多个任务的专业人士。那希望本期视频呢能帮助你做出你最佳的选择。如果你喜欢本期的内容，或者是希望有更多这样的内容呢，大家记得订阅我的频道，并且在视频下方为我留言点赞哦。那也可以留下你的想法和观点。然后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下期见啦，拜拜。